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7月15号，比特币一根大涨，昨天又一根大跌，行情到底是怎么了？今天视频再来聊一下，那短线现在的技术形态里面有哪一些知识点，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，以及这个位置为什么会这么纠结？或者等下来聊一下月线里面 MACD 指标的知识，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昨天全网是爆仓了2亿，24小时爆仓了2亿，先是前面爆了空方，现在又爆了多方。我的观点是，家人们，不然你就按我程序交易的信号去等啊。这30分钟的程序是很准，31700美金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，然后昨天跌下来在30100美金附近，又给了一笔做多的建议。我的观点也是一样，你可以以短线为主，或者是最近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有做对的一些单子，你可以平掉一半。留一半反手设在自己的一个成本位，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交易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走势图哦。上一次是有跟朋友们讲，你可以在这个矩形的位置 29.5K， 或者是这个20MA 支撑的位置，可以短线做多。不过我也没有操作，都是前面在这个低位的时候是有跟家人们讲下降楔形，方向是给我晚上去看，这边有做对的一些多单，到我们现在也是选择继续报。然后昨天是交代的，你如果在这2个低点位置有做对的单子，有几个反手位，一个是在4个小时里面，就是这2根 K 线高点的位置，包括这个高点的位置 30.9K 附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。你前面的一些多单如果有利润的话，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设一部分保守性的止盈哦。那现在价格是破，包括昨天有交代的另外一个支撑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的形态哦。收盘是没有破，但是昨天盘中是破了。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哦，短线已经是讲了有一段时间，不管你是在这个区间低点还是高点的位置，开对的多单有可能位阶是相对比较不舒服，反手止盈要设。那现在的一个走势，有些朋友也是在问，会不会再跌下去，还是说它的买点下一步会在哪一个位置？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，朋友比较关心的还会不会跌下去哦？就昨天这2根 K 线，它是一个空方吞噬，不过我的观点还是偏向，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哦。然后上一次这边也是有一根空方吞噬，不是跟大家讲，我是偏向有可能还是震荡，也不排除整个长线还是方向给我往上去看，因为现在环境是在变。然后我们要留意一下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它整个盘中是在缩量的结构，就是空方如果是真的空方要乘胜追击，在礼拜六没量的情况下，你要去留意一下它重心会不会下移。最强势的一个情况，如果是礼拜六它还能收出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，因为按以往的经验，到明天早上收盘的时候去留意一下，这边它会不会收出一个多方的拇指线抵抗的 K 线。当然就算收出这种 K 线，有可能短期还是在震荡，就是上面这个位置现在是有一点套牢盘。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目前的3条均线啊，50、20，现在也是谈不上支撑跟压力，而且价格它现在是有一点在这个20MA 下方。如果是中线的买点，朋友也是在问，它这个箱体会不会破？因为上一次也是有跟朋友们讲过，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我个人是满仓还是在满仓，或者是闭本位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。上一次有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 N 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。整个中线它有没有可能继续箱体震荡？如果真的是有挖坑的位置，你可以找这一个28.2K 的这一个支撑位，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个位置的整理，它后面不是有一个上涨，跟这个位置是很像啊。不过它后面有压回来的一些点位，后面是继续箱体震荡，像这种挖坑的位置，前面有跟大家讲过，或者是你中线的买点，我们去留意一下，像这种破了20MA， 像这种买点的位置，它这个 KD 指标的 J 值会在这一个零下方的一些位置，有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买点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上一次，也就是1月份的这个箱体的区间，它也是有几次破了这个红色的20均线的位置，比如说这个位置的买点，中线的买点也是这一个 J 值来到零附近，包括这个位置硅谷银行爆发危机的时候，它这一个 J 值也是来到零附近，
所以我的观点，中线的朋友，你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也可以继续观察；或者是短线的朋友，你如果真的有看到程序的信号，有做对，你可以平掉一半，然后留一半设在自己的一个成本位啊，看一下今天到底会不会收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昨天这一根下跌的时候，下影线是撑在这一个，就是这一根 K 线的收盘价附近。所以现在如果真的还是整理的结构，它其实就2根 K 线是收在这一个收盘价的下方，其他的 K 线全部都收在这个上方。所以这一个是不是一个空方吞噬，或者是我个人观点，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啊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震荡的原因啊，也就是月线里面的这个 MACD 指标，前面是有讲过，历史上有这种参考性啊，因为比特币在6月份上涨上来以后，这个位置 MACD 指标已经是形成金叉，绿柱已经是放出来。不过历史的经验，只要它有金叉的位置，有可能后面的一些 K 线它也是偏向整理的结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第一波初步牛市涨上来以后，是在2019年的6月份，这个位置也是 MACD 指标金叉。金叉完以后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整理了1根、2根、3根、4根、5根、6根，偏向旗形整理的一个结构，就是在第6根的位置开始有一个转折。所以现在也是在猜时间哦，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再整理1到2个月，就是现在的一个形态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上一次也是整理了2根，然后有1根拉升，它会不会真的再整理6个月？我的观点是有一点不同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2015年当时比特币在这一个底部突破完以后，第一波涨了1到2倍，特别是在这个上影线的位置，它开始震荡，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结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 K 线上来以后， MACD 指标是在2015年首次进入一个金叉的结构，后面第2根是整理，然后下一根是上涨，然后又有1根整理。所以我目前判断现在的结构跟2015年这一波涨幅也是非常的像啊，差不多是1倍。然后它金叉的位置后面是有1根震荡，有1根上涨，也是会有1根震荡，或者这一根开始它差不多是整理了3个月左右，然后后面又开始下一波的进攻。那现在的走势有没有可能也是类似那一个行情？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有可能是在震荡啊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也就是很多朋友在观察的，就是这个月线里面的 MACD 指标它在水下。不过我的观点是，指标的级别是在月线啊，你要等到它到水上的一些位置，可能反应有一点迟，所以还是不变。就是整个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再整理个2到3个月？上一次也是有跟大家提过一个时间，10月份有没有再开启一波上涨的行情，或者是 32K， 我们尽量就观察 32K， 它到底是要在这个位置整理完再过，还是说先过了然后压回再整理，有可能也是很重要的。下一次如果有利润，可以继续做多的一些点位哦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